是每张图都超级漂亮，就是这么的简单。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相信大家最近应该在 FB 啊、IG 啊、推特啊这些社交平台上看到一堆人用 AI 画的超像真人的美女照。其实他们都是用 Stable Diffusion 这类 AI 绘画工具所产生的。那之前阿达曾经分享过一片采用 Stable Diffusion 跟 Midjourney 去制作 AI 美图的教学。那当时阿达就有提到说Midjourney 它不是免费的，但是它不需要用到电脑，通过云端就能算图。不过它还是要付钱，而且我要强调一下，它是算图，它不是画图。所以之前就是有一个名人说他用 AI 画了个图，引起了一些争议好，老实讲，这是电脑帮你算的，你并没有画，所以我要讲的是算图。而 Stable Diffusion 呢，它是很吃使用者的电脑配置。原则上，如果你的电脑不是 NVIDIA 的独显，那显示记忆体呢小于4到6 GB 的话，这个软体你也跑不动。之前我是这么讲的，但是呢，才过1个月而已吧。因为Stable Diffusion 开源，还有很多大神的努力下，刚刚我讲那些都已经被我自己啪啪打脸了，就是那些都已经不成立了。今天阿达会教大家几招。第一个，如何透过云端，只要用浏览器白嫖 Google 的 Colab 服务，不管你是用任何装置 ，PC 也好，文书笔电也好 ，MacBook 也好，甚至于iPhone 或 Android 手机都能直接拿来云端免费算图。还有我也会教大家如何用 Stable Diffusion， 不管是云端或电脑端，怎么去做出现在非常流行的极度仿真的美少女图片。还有一些目前只能在电脑上顺跑的进阶技巧。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好，首先我先分享一下如何使用 Google 的 Colab 来玩免费的 Stable Diffusion。那如果你自己的电脑配备够好的话，大家可以到下面这个时间点直接跳到那边去看就可以了。前面这边你可以不用学。首先我们先开启一个大神帮我们整理好的 GitHub 的网页，我们就直接这边直接开启。那开启之后呢，大家直接往下滚。它会有一些教学，这些都不用管它。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从这边，从这个 Colab 端开始呢，它就有一些模型的名字，像这 Stable Diffusion 这个就是基本的，好像 1.4 模型。YFU 这是做动漫的，这蛮出名的，还有那个一些名字，大家都可以看到阿达会分享一个网页，它那个里面都有这些模型名称的范例图，大家可以看那个范例图，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模型是长怎么样子的。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随便找一个，直接点开来看，它里面也有范例图，就是你都可以知道说这个模型它做出来的图片大概是什么样子。原则上Stable Diffusion 它的模型，你想要画真人，你就需要用到真人的模型；你想要画赛博朋克的风格，那就要用赛博朋克的模型；你要用动漫的，你就用动漫的。其实是区分得很开的如果你选错模型，怎么画都非常丑。今天呢，我们要学的就是那个超像真人的韩星模型，就往下找一个叫 Chip Out Miss 的一个模型。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找，你就直接用 Ctrl F， 然后直接打，这样就直接找到。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1.9 跟 2.0， 那 2.0 呢，它是多出像 Ctrl Net 之类的那个控制。那我这边教大家基本款，我们先跑 1.9。那进来这边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画面，它这个其实就是它用各种模型去做的一个脚本档。你只要执行里面的脚本，它就会启动 Google Colab 里面的 Stable Diffusion。大家见到这个画面之后，它这里有一个 Play， 那我们是直接按 Play 就好了。它这边会先提出警告，如果你害怕的话，那你就不要用了。另外呢，使用这个服务要记得要申请一个 Google 账号，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点继续执行。这个时候，这个左上角的 Play 就开始转动了。那这边这个动作呢，就看你选的模型是哪一个。譬如说，你如果选 1.9 跑得比较快一点，大概要10分钟吧。如果是 2.0 的话，可能就要更久，15分钟都有可能。还要看当时的网络状况。亚洲时区的白天的话还算顺，你如果在晚上，美国人那些人都醒了之后这个服务还会更劣格一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在转圈圈的时候，你可以往下看，它下半部这边就是它正在很努力的在载入，因为呢，它这个是个云端服务，所以它每次在执行的时候，它必须从 GitHub 那边去拉 Stable Diffusion 的东西来装，装完之后还要去下载 Chip Out Miss 的模型下来，直接放进去，然后还要再执行干嘛的？其实认真来讲这个动作是很辛苦的。以前如果说没有 Google 这个服务的话，这些流量什么都你自己出现在我们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就靠它就好了。这边我们就稍等一下，因为它每次都是从云端拉下来，所以这个速度是没办法快的，你只能乖乖等。那另外就是说，你如果执行之后
那个你一阵子没用，这个就会失效，变成说你要把它关掉，再重新打开。还有就是说，你如果算太多图的话，它也会失效，你就不能再算了，那就不好意思，24小时之后再来。好，这边就跑完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只要最下方它出现这3个连结，就代表要跑完了。大家可以复制第2个连结，然后去你的手机贴上，你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做。刚刚那个动作其实也可以在手机上做。那这整个动作大概跑6分30秒才完成。那现在我们先在这边开启页面，然后把刚刚网址贴上。这个就是云端的 Stable Diffusion。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就跟在电脑端架设的 Stable Diffusion 几乎是一模一样。它其实都是一个叫 Auto 111的一个界面。首先呢，这边叫纹身图，第2个叫图生图，第3个延伸它是放大，不管它。那第4个呢，这个是读取图片资讯。原则上目前大家只要知道这几个就好了，因为教太多你也学不会。那接下来我们先从最基本的一个纹身图开始。那你如果说要画漂亮的真人美女图画，都使用这个 ChipOutMix 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到，在左上角这边已经有了，它是云端的，所以它只有载入这一个。如果你是在你家自己电脑上弄的话，你可以自己下载你自己喜欢的模型。像我已经收集了大概400G 的模型了，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画面上看到我自己推荐的这几个模型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它做真人美女出来是会比较好看的，大家可以列入参考。那这个模型的作者呢，他是采用了大量的韩星跟亚洲女星的做训练，所以他做出来的图片可以非常逼近真人。但是呢，也因为太过于像真人作者怕被告，他前阵子把他模型下架，但是因为很多人敲碗嘛，所以他就把他的所有权就送给了放模型的云端的站方。那在上面这边，不管是纹身图或图生图，它都有所谓的正面的叙述跟反面的叙述，我们叫 prompt 或 tag。那上面这个叫正面叙述，就是说你希望它出现什么，比如说一个漂亮的美女，然后穿什么衣服，然后站在什么场所，就是要把人事时地物写出来。负面的话就是说你不希望它画太丑什么之类的，那些都有范例。那下面这边只有采样方式，采样方式的话，阿达建议大家选这个，也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这是众人研究出来的那个成果。那这里叫采样步数，那一般来讲，我建议就设到30或以上就好。那再往下这边呢，有个 Restore Face， 你如果做出来的图它的脸崩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按这个 Restore Face， 它会帮你做修正。但是如果你的脸没有崩，譬如说你并没有画全身或画比较小人物的时候，我不会建议你开这个，因为我觉得开了之后它的样子会有点怪。那第2个呢是放大，那就是可以提高解析度。那等一下我会讲。那再往下呢，就是图片的宽度跟高度。右边这边呢，它是看你要做几张，一次譬如说做4张，然后做几批，做2批，4×2就等于是8张。那 CFG Scale 呢，这个是代表了图片生出来它是多接近你的叙述值。原则上不要设太高，一般来讲9到10就已经很好了，高一点就设到11、12。再往上听说就开始很奇怪了。那下面是 seed， 比如说你画一个人出来，它会有它的 seed 的一个资讯。你如果下次想要画这个人的脸出来的话，你只要用同样的模型、同样的 seed， 稍微改动一下，原则上再画出来的会比较接近这个人，所以会比较有一个连贯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叙述值。阿达已经写在我的教学里面，在下方连结有，正面是这个。就是 8K RAW Photo Base Quality 就是一些正面叙述。我还写了超级真实，然后相片写实，超级的细节，像韩星，还有一个完美的细节，还有看着使用者，然后 make up 就是化妆的意思。我们就把这一段把它抠出来，然后下面这个就负面，这边直接把它框起来。那接下来呢，我就什么东西都不动，我们就按旁边这里这一个生成，它会生成一个512×512的图片出来。我们看它做出了什么图片。好，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设4张图2批，所以它算了8张。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是每张图都超级漂亮，就是这么的简单。那如果说你想要多一点变化的话，你可以在叙述词里面再加一些东西。像现在来讲，因为我们没有写其他的 ，AI 会认为我们就是要画人脸的一个特写。那我们可以这边给它加个叙述词叫 upper body， 就是上半身。在词语词中间用个半形的逗点分开，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给它穿一个 kimono 好了。好，这次我就直接算个4张就好，因为8张要算很久。好，那接下来我们稍微改动一下，看一下它算出来什么样子。好，算完了那大家再看一次，有没有这些女性朋友就全部都穿和服
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你也可以需要一个全身的命令啊，还是说加个场景之类的啊。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阿达会把那个叙述放在下方连结，大家直接看那边，直接照着做会比较快一点。那如果说这些照片你觉得不错，你可以按右键直接给它另存图片，或者是这样子，这边可以存档或者说这边按 Save。也一样是可以存档，它下面这边会出现一个列表，直接让你去做下载。因为我们这个是免费的云端服务，所以它的图片不会存太久，听说好像10几个小时之内就会不见。所以你喜欢这张图，请记得立刻就把它存下来。好，那接下来我们把图片稍微拉高一点，再算一次。这个模型你如果没有加叙述的话，有的时候画一画就给你漏点。如果你担心的话，记得在负面形容词那边加个 NSFW， 加在负面，它就会穿的比较正常。如果你觉得这个服务好用的话，我自己也建议大家可以去付费支持一下 Google 的 Colab。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把这个图的高度拉高之后，上半身的区域就会更大了。所以就是你自己在构图上的一些变化，只要你有刚刚我们讲的第2个连结，你就可以自己动手算，非常的简单。就是说，不管是你是手机、笔电，只要能够上网设备都可以用。另外，我们也有写一个如果你只有手机的话，那你也可以点右上角连结，我们一样有做一个只是给手机用的一个版本教学。好，以上就是如何用云端的 Stable Diffusion 来画超拟真美女。那接下来就是桌面端，桌面端其实步骤跟刚刚都完全一模一样，大概简单过一下流程。因为原则上看到这边的应该都已经看过阿达之前的教学了。首先呢，我们就执行这个 Web UI， 在本地端跑，一定怎么样都比云端快刚刚云端那边跑6分多钟才跑完但是本地端呢就相当吃硬体规格。那如果说你的电脑不够力的话，我个人建议你可以换3060。我最近看网络上大家要推3060 12GB 的显卡，就相当适合拿来画图。因为它既有酷打，那显存也够大。那像这种电竞笔电的话，如果是3050 4GB 的话，原则上你能画的图就比较有限，能够算的模式就比较有限。好，这边已经跑完了，就这么快。那一样，我们就复制这个网址，到我们浏览器贴上。这一边就是我们自己的 Stable Diffusion。那接下来大家就要准备去做下载模型的动作。那因为刚刚云端那边是因为比较有现成的。所以你就不用下载。但是呢，如果你是自己电脑要用的话，那你要去网站叫 CiviType 这个网站去下载模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呢，我个人相当的推荐。之前我是推荐一个抱抱脸的连结嘛，但是现在我推荐这一个，因为这个网址它有非常多高手帮你做好的各种画风的模型。你要用什么，你直接来这边找就好了。就是你想要画什么样子的它有所谓的模型，也有所谓的 Lola 是它风格档，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那我们这次要找的模型呢，就叫 CheckOutMix。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很多马赛克，对不对？因为这些图都漏点，所以我不能在这边显示，会害我的频道挂掉。那你要下载的话，你可以直接输入，就会找到。他会说这是敏感内容，你要登录才能看，你就自己注册。这边我就不讲了。注册也很简单，你可以用 Google 账号就好了。现在我们进来就去 CheckOutMix 的一个页面，大家可以看这个范例，你分辨出来它不是人嘛，真假莫辨。你只要来这边，然后点击右上角这边，它就会把模型档下载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去。那这边因为我已经下载完了，所以这个步骤我跳过。大家可以看，这边就是我自己已经准备好，我自己觉得最好的几个画人的模型除了这个 CheckOutMix 以外，还有这个亚洲脸的模型，那一个 RealDollsMix， 这3个都不错。我是觉得拿来画真人都可以几乎做到以假乱真。你下载的模型呢，看你的 Stable Diffusion 放在哪边像我放在这里进来，然后一个 Models 然后这里有一个叫 Stable Diffusion， 我们就把它贴上贴上完之后，记得这边要重整一下重整完，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列表，我们一样是选刚刚那个 CheckOutMix。它读完之后呢，接着一样我们把负面跟正面的叙述把它复制贴上，你也不用记，你可以直接到阿达网站直接看就好了，我都帮你写好。那下面的也一样，取样我们就选这一个步数呢，就设20到30太多只是浪费时间而已。第一个是修脸，
第二个呢是放大解析度，第三个就是调整长宽，长宽我们设768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产生个4张，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就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是不是相当的简单，没有任何难度，对不对？一样的叙述数，再换一个，就是我刚刚推荐的这个亚洲脸。那我们一样再画一次试试看，大家看一下，跟刚刚的风格是不是不太一样？但是你可以看到这2个模型做出来都非常像真人。如果你不想要那么像韩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 K-pop idol 把它拿掉，它就不会那么像韩星了。那接下来阿达分享一下如何去参考一些大神他们画的图片。第一个，除了像上一部影片我们提到的像土生土的那个方式以外，其实你也可以去参考别的大神的作品。假设说好了，那我们现在先选一个这里面的图片，好，那这边呢，这边我要找一个比较正常的。那现在呢，我以这个女机器人为例，大部分的图片在右半边，它上半部这里就有一个正面叙述，那下面就有负面叙述，还有它使用的模型啊、操作步数啊、取样的那个方式等等，你可以照的方式复制贴上到你的 Stable Diffusion 去贴，但是你觉得这样很麻烦，对不对？你可以选最下方这里有个 Copy， 这样子它就把它的所有参数都全部拷贝起来。你知道，打开你的 Stable Diffusion， 然后来这边，你选第2个。它就会清空你现在所有的叙述，顺便把云端这个也是给大家看好，一样清空。然后呢，我们把刚刚 copy 的叙述贴上，你有没有看到正面叙述、反面叙述跟所有的杂七杂八东西都混在一起？这个时候，请大家点这个，给它点一下，有没有看到？它直接全部移到对应的位置，连取样方式都移过来。云端这个也一样可以，它自己过来，然后产生。那我们电脑这边也一样产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算出来长什么样子。好，算完了，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用刚刚高手的那个叙述画出来的女机器人，有没有很棒？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看一下跟那边算了，云端那个还在跑，但是可以看出来，因为系的一样，就算是云端或电脑跑，其实他们几乎8、9不离10。这样虽然还没画完，对不对？但是是不是跟我这样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后面也不用看了。这个方式在云端也是一样可以比较办理的。那接下来呢，阿达再为大家介绍比较进阶一点的东西。这边呢，你可以不学也无所谓。其实到这边你就已经可以开始自己画图了。但是如果你要更深入一点，那你就要去学这个东西。第一个叫做 LoRa，LoRa 其实也是风格档的一种，它的风格会限制在一个范围之内。譬如说，如果大家有看过阿达自己个人脸书画，我常会贴一些我画的蒸汽针啊，或者像炮啊。为什么我可以画这么像？并不是我很神，因为我套了高手做的 LoRa。那 LoRa 在哪边找呢？这个 CivicType 这个网站里面，你只要打 LoRa 去搜寻，那就看到这里就有很多网友自制的 LoRa， 都是一些指定人物，譬如说像 Lucy 啊、Makima 啊、原神的角色啊等等啊，你看你喜欢谁就下载谁。这样子，我个人自己是推荐有几个是比较知名的，就是所谓的 Taiwanese， 还有 Korea 跟 Japanese 的 LoRa， 但是它好像已经从这边下架了。如果大家找不到的话，我再考虑看看要不要上传，因为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版权问题。那个原则上你 Google 一下，其实也找得到。那我们就直接来做下载。这边就是阿达自己已经收集的一些 LoRa 的范例，我们把它，然后直接来我们的 Stable Diffusion 的目录里面贴上，一样是到我们自己安装 Stable Diffusion 目录进来，然后有一个叫 Models， 那这边就有一个叫 LoRa， 你就在这里直接把我们的 LoRa 贴进去，这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阿达教大家怎么使用。那接下来我们看要怎么套 LoRa。首先我先把这边的清掉，我先全部清掉，然后把刚刚的图，我在 PNG 影缝里面把它读进来。好，大家有看到，那这边就有我的所有叙述。你选这个 send 到纹身图那边。那进来这边之后呢，接着我们来选 LoRa，LoRa 就在这里有一个叫资讯卡的。你点下去之后呢，好，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叫 PT， 这个不用管，它其实也是类似像 LoRa 一种，只是它体积更小。好，那 LoRa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那我这边现在是空的，对不对？刚抠进去而已，我要 refresh 就跑出来了。那我现在先选，假设说我要选这个，加个韩星的。好，我们加这，我只要点它一下，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原本的叙述词后面，它就有一个叫 Korea Do Lines， 就是长得像韩国偶像的意思。那前面是它的名字，冒号后面呢1就是它的权重，
权重数字越高哦，就是代表说它的重要性越高。那一般来讲，你设到1的话，就会整个被它拉着走。那一般来说的话，我会建议从0.5、0.6去试试看。哦，当然你开心你可以设到1.2、1.3，但是你更高的时候，图片就开始变形了。所以我个人是建议说啊，你不要设到太离谱。哦，现在我们一样这个图片，我们设个0.5。好，那接着我们就直接来计算。好，画完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实在太美了，这到底叫什么名字啊？这女明星，我真的觉得我在韩剧看过她。对啊，你看这些人，美的不像话，那像不像真的超像，对不对？哦，这时候套 Lola 之后的一个效果，它会极度的像你要叙述的那个东西，而且 Lola 还可以复数套，譬如说我可以套一个韩星的，然后再套一个卡通人物的，但是呢，这个 Lola 还要看作者，他做的怎么样。像我现在我加一个 Makima 的，那现在我现在再加入一个 Makima。那 Makima 它还有一些东西要设，譬如说还要再加入个链锯人的形容词之类的，才会更好。那我现在只要加 Makima， 那我们先产生看看 Makima 的 Lola 套进去之后呢，通常它会变成红头发，哦，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绑一个发结或辫子。好，大家看一下，哦，这一批的图是红头发，有点黄眼睛，但是还是不是很像，对不对？那没关系，阿达有自己画的那个图。我们来试试看，用我的图来做范例。大家可以看，我现在把我之前自己画的 Makima 的咒语把它汇进来，然后可以看到插在哪边呢？哦，就是插在绑个头发，然后穿白衬衫，然后解领带。除了这个 Lola 以外，我还下一个 Makima 挂号链锯人，这是其他前辈下的命令。哦，他做出来就很像。那我们看在一样的模型下，那我一样套 Lola， 那接下来我们产生什么东西出来？好，算完了啊，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就是仿真人的 Makima， 大家感觉怎么样？好，这个大家再去练习啊。如果你放大解析度的话，再调权重哦，你就可以画出你自己想要的一些图片。那接下来阿达再为大家介绍一个这次课程最后一个章节，就是 Control Net。Control Net 呢是上个月的时候刚出现的东西，一个神人做出来的，它可以在 Stable Diffusion 里面加入特定的条件，譬如说像固定的动作哦，我们叫 Pose 或描边。那这个功能要怎么弄呢？如果你是电脑端的话，你来这个 Extensions 里面这里，来这边呢再选这个 Enable， 来这里再点选 Lock From。那这边就有很多可以使用的那个，他们叫做那个 Plugin， 中文里面它是插件吧。你在这边按 Ctrl F， 然后打 Control Net， 然后这边就会看到一个 Control Net 的一个主要的安装。那它还有一些副要的，譬如说像 Open Pose， 哦，这些都很好用。但是呢，这次因为时间有限了，我就不讲这么多。我们先装这个 Control Net 本身就好。装完之后，大家可以看到从 Install 里面消失了。那接下来来 Setting。然后 Apply Setting 之后再 Reload UI， 它会系统重跑。好，那现在大家看一下在原本的我们的这个算图界面的底下，这里就多出了一个叫 Control Net。那 Control Net 呢，它其实有很多个东西可以用，譬如说像 Open Pose， 就是你可以用线图去做姿势。那 Canning 呢，就是描边。还有非常多的一个使用方法，甚至你也可以画个涂鸦，让它用涂鸦的方式去做填满，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哦，详细的介绍阿达会列一个图表给大家看，那大家也可以到下方说明栏，阿达会放一个巴哈的一个神人，这已经帮大家写好说明了。我这边我就不要再花太多时间来做介绍。那要用 Control Net 的时候呢，你要再去抱脸那边去下载 Control Net 专用的模型，它并不是下载这种用哦。那个模型呢，一个大概是 1.5G。你要全部下载下来，大概10G 左右。那这边我已经下载完了，我就直接呼过来，这些就 Control Net， 就一样是放在我们的 Stable Diffusion 的目录，然后进来 Models 模型这里，然后模型这边呢，它就有一个 Control Net， 你就来这边把它贴上就好，哦，就这么简单。那接下来呢，阿达就用比较简单的几个范例。来为大家介绍 Control Net 要怎么用。第一个，我们先读一张图进来，好，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图。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使用 Control Net。Control Net 它还有一个功能叫 Multi Control Net， 就是你可以同时使用2个 Control Net， 但是呢，它必须你的显存要够大，不然的话会跑不动。那怎么启动呢？在 Setting 这边，然后大家可以找到一个叫 Control Net 的选项，来这一点，那有一个 Multi Control Net， 对不对？看你的显存有多大
一般来讲啊，如果你是3080、3090，你可以设到3，哦，然后选完之后 Apply， 然后再 Reload UI。那这个时候呢，你再回到我们的图生文这边，本来就1个，现在就变成3个。那我现在先用其中1个来当做范例，就是比较常用的叫 Open Pose。哦，假设说好了，哦，我们先选一个网络上的 coser 的图片。哦，我们这边选择它有几个选项嘛，比较常用的会 Open Pose， 另外一个是深度，那第3个是 Scanning。那我们先用 Open Pose 来当范例。模型这边呢，一样是选择 Open Pose， 它一定要对应。那选完之后，这边打勾。那上面叙述词不变的状况下，好，那我们来产生一张图看看。那因为它这个图呢，它是宽形图，所以你要注意一下，长跟宽是这样子，那你就宽度就要拉多一点。这样子。好，先不要提升解析度，先算图看看，先看是不是我们要的。好，完成。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张图。这个就是那个 Open Pose， 它去抓到这个人物的图，那大家可以看到缺一个小腿，所以画出来的图是有点奇怪的。那如果我们在这边选，我们现在改深度好了，哦，它会依照这个图片的深度。如果大家有听过深度图的话，就是像激光雷达那些，它就是把图片分成前景、后景，然后去刻出那个人的深度。它以深度的方式去描绘边之后，把人物填进去。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用 Open Pose， 它已经尽量的帮我们摆出了原本这个 coser 它做错的姿势，但是呢，长得像不像就另外一回事。原则上，我们一开始先做的时候，你这个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跟你想要的是接近的？比如说它的线图，或者说它的深度图做出来的样子是不是一样？那如果一样，那我们再去调；不一样，那你可能就要换其他方式，再慢慢改。好，画完了。那现在看到这一张是不是就跟原本的范例几乎已经快要一样了？接下来你就可以，譬如说在服装方面、其他方面去下其他命令，让它去做一个参考。那个如果说 Multi Control 的话，你甚至可以2张组合。好，接下来来教大家怎么画多人的图片。之前阿达在频道里面贴了一张5、6位美女排在一起。今天阿达教大家这个是怎么画的。首先一样，我们是打开 Control 内，然后要找出我们的范例图片。这边已经有一个 Open Pose， 然后呢，像以这张为例哈，如果是 Open Pose 的话，你这边就要选 None， 因为 Open Pose 这个东西它本身是帮你画出人物的线，它不需要模型再建构，所以如果你是单纯的 Open Pose 已经做好的线图，那你就第一个选 None， 第二个就选 Open Pose。那之后呢，大家看到这边就1、2、3、4、5、6、7个人，好。7个人，接下来我再开个 High Face， 然后再开个修脸，因为这么多人，你如果不修脸，它一定会变得很奇怪。那另外第2点就是说，做这个图的时候，你要稍微知道说这个图片它的比例，就原始图片的解析度是多少，要跟那个解析度是差不多，甚至是接近，或甚至一模一样是更好。那我大概抓一个类似，不然到时候它可能会跑掉。那接着呢，我再暂时放到图片的时候，它有所谓的改写的方式。那改写的方式的话，这边你如果设到 0.5 或以下，它就会尽量不去改写，不然的话你图做出来，它还会再重画一次。哦，有的时候第一次的样子做得不错，第2次把它变丑。那旁边 upscale 的方式呢，就看你选哪一个，其实都差不多。但是我个人会比较习惯这一个或这一个。接下来我们就用一样的参数、一样的模型算看。跳掉，如果跳掉呢，有时候是单纯的爆显存了。哦，如果发生这种很尴尬的情况的时候，对不对？你可以在 Control 内这里选这个 Load VRAM 啊，就是让机体用少一点，然后再算一次。就算是我的309，偶尔也会发生，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爆掉你就重算而已，或者改一下设定，让它再跑。刚刚把 High Res 关掉了，因为这一台显示机体没办法跑加大的解析度，会挂掉。这个实在是很吃电脑硬体啊。完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可以看到脸都崩了，对不对？其实我已经开了 Restore Face 了，它的脸还是崩的，所以代表这张图的解析度还是太低，这时候就直接往上拉到底，再试试看。好了，算完了，可以看到就是很漂亮的真人女生，然后一下是7位。当然啦，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换其他服装，譬如说像穿比基尼啊、穿汉服啊，或者说你要把它改成男性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你也可以换其他模型，像用动漫款的那种，原则上都是看你看图说故事的能力。那我强烈建议啊，如果你真的没有梗的话，你可以用 ChatGPT 去翻译。如果不懂，一样是看我们上次那一片。原则上 Control Net 的使用还不止这样子，
如果你会 Multi Control 的话，你还可以用人物的骨架，然后再拍一个人类的手做深度图，然后做第二个，然后去做组合。原则上啊，目前你让它摆出什么姿势都没有问题，甚至网络上已经开始有人在做动画，但是你会发现每张图是不连贯的，但是已经可以做成一个简单的动画出来了。AI 的进步啊，真的非常快。像我啊，自己虽然是几乎是天天玩，但是呢，我知道1个礼拜没玩，那个变化我说已经搞不懂了，追不上了。如果你也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看 B 站有一些教学，我都做得不错，像人工智障那些，我都看他们在学的。最后啊，还有一点就是我要跟大家提醒，虽然你用 AI 做出来的图非常漂亮，你可能会希望说，可不可以用 AI 的图来商用？比如说，我就做个海报啊，我开个 OnlyFans 啊，来收钱啊，可以拿来变现啊。我必须很诚恳跟大家讲，因为这些真人图或者是卡通图，他们可能都有对应的作者。因为 Stable Diffusion 原则上，他们都是有现成的东西下去做参考，然后它来拼凑起来的。这些类似像真人跟 model， 他们原则上应该都有对应的艺人。如果你自己算了看着玩，或偶尔分享给朋友看一下，我觉得 OK。但是啊，你如果拿来商用啊，譬如说放你自己的产品，甚至你让它露点做色情图片，这个我就觉得可能还是会有法律的问题哦。因为不管哪个国家的经纪公司啊，他都不希望拿他的艺人的肖像来乱搞一些有的没有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然后常常有人说啊 ，AI 啊会不会取代人类？我跟你讲，只要啊要抓你去关啊 ，AI 就不会取代人类，因为 AI 没办法代替你去关。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如果这边反应好的话，阿达之后还在分享其他的，譬如说像手指的组合，然后那个动态姿势的控制，不止这些啊，它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玩。那只是说你真的要玩到很深啊，这片真的教不完。以上啊就是 Stable Diffusion 的一个真人版简单教学。我是电脑阿达，如果喜欢这样的教学呢，请帮我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